大家好，我是小林，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红酒因其美味和养颜功效而受到许多人的喜爱，尤其是进口红酒。然而在购买红酒时，我们最担心的是买到假冒的进口红酒。这种假冒伪劣的红酒不仅口感和品质无法与真正的进口红酒相媲美，甚至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为了帮助大家避免购买到假冒的进口红酒，今天就教大家几个简单的方法来辨别红酒的真假。辨别红酒方法一：闻香味。闻酒香，真红酒一般可以闻到明显的果香，而有的假酒香气闻不到不说，甚至还会有一股刺鼻的味道。使酒色，真酒颜色自然，一般葡萄酒依据年纪、风格、品种和产地等信息的不同，可以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如果红酒色泽过于鲜艳通透不自然，可能会有勾兑等嫌疑。如果有不明悬浮物、浑浊感，则可能是假酒或酒已经变质，但是瓶底的少许沉淀是正常的结晶体。品味到，饮下一口酒，酒液经过喉头时，正常的葡萄酒是平顺的。有问题的酒则有刺激感，咽酒后有恶心灼烧感，则不正常。好葡萄酒饮用时应该令人神清气爽。辨别红酒方法二：葡萄酒的酒标。葡萄酒瓶身上酒标区别开原汁葡萄酒和半汁葡萄酒。原汁葡萄酒内绝对不能添加白砂糖或山梨酸钾等任何的化学成分。如果在原汁葡萄酒内添加白砂糖，其酒精度就会提高，也不能添加山梨酸钾。山梨酸钾是防腐剂，添加到原汁葡萄酒内会破坏葡萄酒成分，会使得葡萄酒的品质大打折扣。如果一种红葡萄酒标明含有葡萄全脂、白砂糖、山梨酸钾，那应该无疑就是半汁葡萄酒。半汁葡萄酒内水多酒少，酒脂只有 20% 左右的含量，这样的葡萄酒成本低廉，但要当真酒出售，其中必然添加色素、香精等进行调制、灌装，最后摇身一变成价格高昂的进口酒。辨别红酒方法三：纸巾法。取一张质量好点的餐巾纸，将红酒倒在餐巾纸上。原汁红酒中的红色是天然色素，颗粒很小，在餐巾纸上扩散开的湿迹是均匀的红酒的红色，一般无水迹扩散。如下图所示，酒字的边界清晰。而假冒红酒由于是用艳菜红等化工合成的色素勾兑而成，其色素颗粒比较大，一般会沉淀在餐巾纸上，同时会有水迹往外扩散，酒渍的边缘模糊。不过餐巾纸辨红酒真假虽然方便，但还是不如多了解葡萄酒知识，利用自己的经验来鉴别更准确。假葡萄酒有两种，一是勾兑而成，少含或不含葡萄汁的酒；另一种是以次充好，冒充某一名牌葡萄酒。亲爱的朋友们，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谢谢大家啦。辨别方法四：仔细对照条形码。不用小编多说，大家应该都知道每件商品都有属于自己的条形码，就像每个公民都有自己的身份证号一样。女士朋友们对这个小小的条形码应该更加了解，因为很多进口化妆品大家也难辨真伪，所以通常会采用扫码的方式来检验一下。在这儿，小编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小诀窍，条形码下面会有一串数字，那么第一个数字就是代表了产地，比如6代表中国，3代表法国，还有很多小编就不一一列举了，大家自行搜索。
学会辨别红酒的真伪，顺便也就学会怎么辨别其他进口产品的真伪，真是一举两得。辨别红酒方法5：看红酒的瓶顶。首先，我们在购买红酒的时候，如果什么都不懂的话，我们可以先拿起红酒的瓶子看一下红酒瓶的瓶顶是不是有这几个英文字母，就是 copy。一般来说，如果有这几个英文字母的话，这样的红酒80%的就是假的红酒，因为真正的红酒这几个字我们是看不见的。正是因为假的红酒做不出隐含字体的效果，所以说如果发现了，大家就不要再购买了。辨别红酒方法6：红酒的计量单位。懂红酒的人来说，应该都知道红酒是怎么计量的，所以说在购买红酒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一下红酒的计量单位。一般来说，一些原装进口的红酒，它们的计量单位都是 cl， 但是如果一些假的红酒，他们可能搞不清楚这一点，甚至还会标上 mol 这样类似的标识。所以说，大家如果发现这样的字母的话，一看就知道是假的红酒，那这样的红酒就直接放弃吧。红酒的主要成分是葡萄汁，约占80%，再就是葡萄里面的糖分，经过发酵出来的酒精，大概占到10%、30%，还会含有一些像酒石酸、果胶、单宁酸、矿物质等，这些成分虽然占比不高，但是却是决定酒质好坏的因素。一瓶好的红酒清亮透明，呈现深宝石红色，酒香浓郁，味道柔和，回味绵长，让人在味觉上有无穷的享受。那么，当我们买到美味的红酒后，该如何品尝呢？1. 眼观，把杯子倾斜45度角，观察红酒的颜色是否澄清，有没有浑浊，看酒的深浅。同一款酒的颜色越浅，代表它的年份越悠久。轻轻摇晃观察气泡，品质好的红酒气泡少且细密。2. 闻气味，闻它散发着果香还是木香，香味是否浓厚，有无劣质的酒精味和香精味。3. 入口品，感受它的甜度和酸度，口感发涩、刺激还是柔顺。好的红酒入口柔和，各种味道达到微妙的平衡。对于喜欢饮用葡萄酒的朋友来说，掌握一定的葡萄酒知识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了解葡萄酒的产地、品种、酿造工艺等方面的知识，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品鉴葡萄酒，还能让我们在购买时更加游刃有余。好了，辨别红酒的小技巧分享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们可以收藏起来试试哦。如果您也有其他的辨别红酒方法，欢迎下方留言评论哦。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